这是女孩被囚禁的第32天，她就像一条毫无尊严的狗一样被对方无情的拖拽。单纯如一张白纸的她，每天要被迫接受对方的亲密触碰。为了填饱肚子得以过活，她会爬在地上祈求对方的怜悯。即便胆小的她对男人百依百顺，但对方还是会时不时的对她施以酷刑。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你难以想象这些残忍的事情对女孩的心灵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女孩名叫艾比，是当地一名学生。生活中的她是个别扭的小女生，一边主张自己长大了要学会独立，一边又指责妈妈早上没有及时叫醒她。她着急地收拾着上学的东西，想要穿美美的长筒靴，但一时之间在凌乱的房间里又找不到袜子。担心错过校车，她草草穿上靴子冲出家门，看着狂奔出去的女儿，母亲拿着袜子无奈地摇摇头。这时的艾比早已顾不得这些了，尽管她飞奔过去，但还是错过了校车。想着向妈妈求助，转身发现对方已经开车上班去了。无奈之下，她只能穿着新靴子步行去学校。她不停地回头，希望能遇上好心人让她搭个便车。后面一辆车缓缓停下，好在两人认识，艾比很放心地上了对方的车。这天早上，艾比上学没有迟到。午休时间，闺蜜兴奋地邀请艾比参加今天傍晚的派对。正处青春期的艾比当然也不会错过，她拿出课本打算去上课。这时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原来是妈妈泽尼亚趁着午休时间来给她送袜子。放学后，艾比跟闺蜜约定各自回家梳妆打扮一番后去参加派对。艾比一看手机时间不早了，急忙冲出校门。可这一次校车再一次在她面前开走了，她非常的沮丧，没有顺路的同学可以和她一起回家，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段路说远不远，但这双第一次穿上脚的靴子让她十分的煎熬。这时一辆车在她身边缓缓停下，艾比伸头向里看了看，对方友好的说可以搭载一段路，这对艾比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此时的她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她接受了男人的邀请，坐进副驾驶。由于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艾比打算直接去参加派对，便告诉男人在前面的烧烤店把他放下就可以。男人嘴上答应着，可眼看到了目的地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艾比就这样错过了目的地。她提醒对方自己做过了，男人却以从来不走回头路为由拒绝了她回去的请求。想着自己搭便车本就是麻烦别人，艾比选择迁就男人，打算等对方停车后自己再走回去。车子停在停车场，艾比十分有礼貌地向对方道谢，接着解开安全带打算下车，可这时男人却迅速将车落锁。艾比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下意识地搬动车把手，男人却在这时亮出怀中的手枪。 Scream or try to get out again. I'll blow your brains out. Or slit your throat. Lean forward. What? Lean forward! 男人突如其来的变脸吓得艾比不知所措，由于惊吓，她的四肢松软无力，只能任由男人将双手背在身后绑住。男人摘下帽子，压低帽檐戴在艾比的头上，并警告她不许向前看。车子急速前进着，艾比的手机响个不停。男人愤怒地停下车子，拿起艾比的手机用劲砸，直到屏幕粉碎，这才作罢。生怕艾比路上会不老实，便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电击枪，就当是给她一个教训。艾比只觉得大腿瞬间麻痹，疼痛席卷全身，听着她痛苦的哀嚎，男人这才安心开车上路。车子一路疾驰，最终停在一个偏僻的树林里，面前是一座小房子。男人将艾比一路带到房子后面的集装箱里，戴着帽子的艾比不敢抬头，只能依稀看见男人慌忙地从抽屉里拿了一卷胶带。男人动作生疏，双手颤抖，他似乎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他警告艾比闭上双眼，随后摘下他的帽子，撕下一段胶带贴在他的眼睛上。至此，艾比的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If you scream or move, I'll blow your head off. Got it? 艾比惊恐地点了点头，颤抖的身体缩成一团。男人见状关上房门。这是艾比第一次经历人间险恶，也是他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天。事后他被捆在床上不得动弹，男人警告他不要妄图逃跑，因为他自己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是一名民兵，一旦女孩企图出逃或告发他，那他的朋友一定会杀了他的全家。说完，他拿着绑带勒住艾比的嘴巴。此时艾比的母亲泽尼亚回到家中，却没见到女儿的身影。按照往常，女儿应该比她早1个小时先回到家中的，可今天却一反常态，就连电话也无人接听。她先是给老师打了电话，了解到今天学校并无其他活动，接着又打电话询问艾比的闺蜜，对方说两人本约定好傍晚一起参加派对，可艾比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泽尼亚担心极了，心里想过无数种可能，是不是女儿错过校车只能步行回来，还是在路上遭遇歹人被绑架，开车在路上搜寻着女儿的身影，但一路到了学校也没找到女儿。他向学校附近的一名警察求助，警察向他要来艾比的照片，随后发动人员在附近寻找。警察怀疑孩子有可能去了外州的父亲身边，可泽尼亚打过电话求证，女儿并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以他对孩子的了解，艾比做什么事情都会和他商量，所有的可能都被一一排除。泽尼亚越想越心慌，难道女儿真的是被坏人绑架？此时的艾比正被迫接受男人的触碰，她被捆在木板上动弹不得，这根吸管是她获得水源的唯一途径，她屈辱地任由男人摆布，即便是大小便也要在男人的注视下完成。艾比的失踪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泽尼亚交给警方一张照片，希望对方能发动民众共同加入寻找艾比的队列。泽尼亚的情绪几度崩溃，好在邻居的安慰让她舒心不少，热心民众纷纷加入搜寻艾比的队列。
警方通过调查艾比的手机，发现他很有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上了一辆车，并且发现信号于下午3点42分于派克山路丢失。泽尼亚在各大媒体面前真挚地请求众人帮帮他。此时，男人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现场直播，似乎对自己的这一杰作很是满意。男人第一次解开艾比眼上的胶带，胶带长时间和皮肤相接触，导致艾比的眼角皮肤泛着红肿。男人戴着面罩，轻柔地给艾比涂上药膏。面对男人的问题，艾比一言不发。长时间的沉默惹得男人情绪爆发，眼看着他又要故技重施，为了躲避侵害，艾比连忙求饶。他主动问起男人的生活，问他是否是工作不顺利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经过几天的相处，艾比发现男人似乎是第一次作案，因为他的手法十分的不熟练，而且言语之间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愤恨。他打算在尽量不激怒对方的前提下与之交谈。他顺着男人的意思聊着天，见艾比如此听话，男人决定给他一些自由，不再束缚艾比的四肢，而是拿来一个给宠物狗用的防震项圈。一旦艾比稍微大声说话或尖叫，这东西就会刺激他的声带，那感觉就像有人掐住了你的脖子，想要置你于死地。男人炫耀般的拿着报纸走到艾比面前，告诉他所有人都在错误的地点寻找艾比，甚至有人在多日寻找无果后认为艾比是被外星人绑架了。他对自己完美绑架感到十分满意，全然不顾艾比作为被绑者的心情。他看着报纸上妈妈沧桑的面容，终于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而男人听着艾比的哭声，看着电脑上的电影，心中生出了众多的邪恶念想。夜晚，众人齐聚在警局门前，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祈祷女孩能够平安归来。人群中，一个男人的背影似曾相识，正是绑架艾比的罪魁祸首。他如此大摇大摆地行走于众人面前，可警察却毫无察觉。这么惊险的剧情当然要有男朋友一起看。你是不是想谈恋爱？身边又没有条件不错人还正常的男生，真的不是你挑剔。你可以试一试牵手，再牵手，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得越准。快去试试吧。这是艾比失踪的第32天，男人不是戴着面具就是蒙住他的眼睛。这天，男人下班后在路上看到了寻找艾比的超大广告牌，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本以为经过1个月寻找无果会消耗掉众人的热情，但这块超大广告牌的出现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他想要人们淡忘这个女孩，直至某一天再也没有人关心她的下落，这样女孩就能永远和他在一起。所以他命令女孩给他的母亲写一封信报平安，伪装成自己是和男友私奔。女孩顺从地听着他的安排，趁着男人不注意，用笔帽在背面刻下求救的字样，随后又在纸上写上自己和男友远走他乡，在异地定居生活。男人看着信件内容十分满意，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将那封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为了隐藏身份，专门跑到50公里以外的邮局。可就在驱车前往的路上，身后一辆警车紧随其来，他内心忐忑不安。下一秒，那辆警车在身边呼啸而过，这才敢松了口气，因为之前坐过牢，那滋味他再也不想尝一遍。刚刚的警车让他如临大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再被抓回监狱。于是他打算再检查一遍信件。这一看果然不得了，只见在光线的影响下，写着他们所处的方位和大致地点。男人顿时怒不可遏，回去的路上骂骂咧咧。他本以为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教，女孩已经学会了顺从，但没想到得到的却是背叛。回到家的他将艾比从地板上拖到卧室，随后将她扔在床上，拿起电击枪对准她的脚心，疼痛顿时席卷全身。随着痛苦的尖叫声，脖子上的项圈也不断增大压力。这一刻，艾比简直生不如死。艾比祈求对方再给一次机会，男人拿枪指着艾比，威胁他在耍花招，就一枪要了他的命。艾比被绑架的第65天，警方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泽尼亚也对此毫无办法。这天他正在整理信件，无意间竟发现一封来自艾比的信，急忙拆开一看，随后将这份信带到警局。信里艾比说自己和男友私奔，在外地定居生活。可作为母亲的泽尼亚一眼看出这封信的写作风格根本就不是女儿的作风，她认为这是女儿在绑匪的胁迫下写出的。警方在看了这封信后，却认为完全有可能如信件所说，毕竟青少年叛逆辍学的事情很多，再加上艾比本就是单亲家庭，出现问题很正常。泽尼亚简直不敢相信，难道警察也要放弃寻找他的女儿吗？艾比被带到房子后面的集装箱，这里可供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而且男人在装修时就安装了3英寸的泡沫在墙上，为的就是隔音，所以在这里就算艾比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男人自认为体贴地为艾比安排了用来消遣时光的图书。艾比是个聪明的女孩，特意上前主动抱住对方，并夸奖他真是个体贴的好男人。可实际上，艾比对这一切感到绝望与崩溃，她忘记了时间，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更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在这里的生活于她来说堪比地狱，但她仍要委曲求全，因为她相信活着才有出去的希望。失踪的77天，泽尼亚始终不放弃寻找女儿，她将寻找女儿的范围扩大到了外地。邻居和女儿的闺蜜前来帮她准备传单，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足以让她绝望的事情。不知道是谁向媒体透露了艾比的信，无数人给她打电话辱骂她，辱骂艾比，说艾比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和小混混未婚先孕。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艾比和她的母亲在浪费公众资源。男人看着新闻报道十分满意，之前大家志愿加入寻找艾比的队伍，现在却将矛头全部对准了母女俩，这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泽尼亚的生活并不好过，媒体无数次围堵在她的门前，就连邻居也对她冷眼相看。失踪的第102天，男人给艾比带来了一份礼物，这是一份象棋。原因是男人在电视上看见泽尼亚说自己的女儿很喜欢下象棋，为增进两人之间的感情，
他打算找些艾比喜欢的事情做一做。不知过了多久，男人在地上的铺盖上醒来，惊恐地发现脸上的面具不见了。他本想着玩够了这场闹剧就将艾比放回去，这样他既不用蹲监狱，也不用一辈子都带着他。可现在艾比见到了他的脸，如果回去后把他告发，那下辈子就要在监狱度过了。艾比急忙安慰自己喜欢他，只是想看看他的脸，并且永远也不会背叛他。在女孩的安慰下，男人的情绪逐渐平复。自从露出真容后，他就肆无忌惮地带着艾比生活在自己的房间，想着和他过二人世界，两人做饭看看电视的平淡生活。艾比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这样才有机会逃出去。第151天，艾比的广告牌已经变得破烂不堪，却无人维护。男人命令艾比帮他将粉末分成小份售卖。这天他带着货物去停车场交易，结果在回家路上倒车时与后方来车发生碰撞，对方是个女司机，愤怒地上前与男人理论谁对谁错。男人不愿承担责任，女人便拿出手机报警。男人一听警察反应过度，夺过对方的手机摔在地上。Oh, give me a break. 双方最后不得不回到警局。警察看了男人的资料，了解到他曾有前科，并且手上有几支有备案的枪支。为了保护对方女司机的安全，在赔偿款到达前，警察要求暂时保管男人的那几支枪。如果男人不自愿上交，那警察就会申请搜查令上门搜查。想到这，男人态度良好的表示自愿上交。警察跟着他来到了他家，男人赶紧从屋里拿出那几支枪。注意到一名警察前往集装箱的位置，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集装箱里的艾比也听见了外面的动静，但由于脖子上的项圈不敢大声呼救。就这样，艾比失去了一次获救的机会。艾比被绑架的第183天，男人由于与同事不和被老板开除，为了维持生活开支，他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艾比的帮助下，他将钞票打印出来，并经过反复比对，终于打印出一款与真钞毫无区别的假钞。趁着男人忙活的空隙，艾比无意间从对方购买的货物上知道男人的真名叫内特，他默默记下这个名字，想着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第215天，泽尼亚再次开发布会，请求大家帮忙寻找女儿，可这次帮忙的人寥寥无几，就连广告供应商也撤下了寻找艾比的广告牌。内特从电视上得知艾比的母亲又开始发动群众，一气之下将怒火全部发泄在艾比身上。这一次他整整饿了3天，深夜孤独寂寞的内特心痒难耐，但想着必须要给艾比一个教训，于是他打开电脑网约了一个小姐姐来平复内心的躁动。可没想到第2天就给自己引来了大麻烦，对方打电话骂他是个没出息的人渣。原来昨晚内特出门用的是自己打印的假钞，对方第2天花钱时知道是假钞，把他痛骂一顿，报了警。内特急忙挂断电话，他明白警察找到自己只是时间问题，他彻底慌了。如果找到他，就会发现他绑架了艾比，那他做的一切就会公之于众，届时又会回到冰冷而煎熬的监狱当中。他立即命令艾比和他一起处理房间里的物品，仔仔细细擦拭每一个地方，目的是消除艾比的痕迹。他将所有用过的东西都毁尸灭迹。在卫生间擦拭台面的艾比趁着对方不注意，扯下一缕头发塞在台面下面。他本以为对方会带着他一起离开这里，可没想到对方对他说抱歉。一听这话，艾比顿觉不妙，直觉告诉他对方要除了自己。内特摸黑开车将艾比带离住所，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想死的艾比不停地求饶，他诉说着这些日子自己一直对他百依百顺，不像外面那些人对他两面三刀。他试图让对方相信自己是真的将他当作朋友。内特回想着自己工作时同事对待自己的态度，还有老板不公平的对待，艾比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更像个朋友或家人，他心软了。I want my mom and dad to have closure. Please promise me. 啪嗒一声，车门解锁。艾比一边观察男人的情绪，一边蹑手蹑脚地打开车门。内特一脚油门开车离去，艾比则在黑暗中努力分辨着家的方向。这一次的他再也不敢搭便车，不知道走了多久，他终于走到家门口。至此，艾比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逃离虎口。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重获新生后的艾比放下了过去，而内特由于侵害、绑架和其他等各项罪名被判处45年的监禁。现在的艾比是一名美发师，有一个3岁的儿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